好，各位同学，马上来看一下今年学测单选的第一题。他说呢，财神庙举办抽发财金的活动，参加者抽2次签，每次抽签呢会出现吉跟祥2种不同的情形，那几率都是1/3。如果2次都抽得吉的话呢，可以获得奖金180元。那如果2次都抽得祥的话呢，可以获得奖金90元。那其他情况是没有奖金的哦。那请问呢，参加者可以获得奖金的期望值是多少呢？那同学，这是在高一下排列组合跟几率的范围哦。那它的这个解法也非常非常简单，因为我只有2种类型而已，就是2个吉跟2个祥。好，这个呢可以获得奖金。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呢它的随机变数 xi。就是代表它的奖金哦，所以2吉的话是180元，那2祥的话是90元。那对应到的几率质量函数呢，把它叫 pi。那2次抽到吉的话呢，当然就是1/3的平方。那同理呢，2次都抽到祥的话呢，也是1/3的平方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要算这个期望值呢，就是180再去乘上1/3的平方，就是我的这个随机变数搭配它所对应的几率质量函数哦的总和90再乘上也搭配它这个1/3的平方就可以。那没有获得奖金的其他的情形哦，0元，那事实上是剩下的几率就是7/9啦。事实上这个我们不用乘它也没有关系哦，在考试的时候直接针对有奖金的部分去作答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这边算出来是20加上10等于30元。所以呢，这一题呢答案是2。好，同学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第2题哦。他说对任一个实数 a 呢，这个符号当然就是所谓的高斯符号哦。这个我们在高3数假是一定会提到它的。那高1、2的话，当然有些书也都会有提哦。那总之呢，它有把它的定义很明确给你，就是说任何数字哦，你取了这个高斯函数之后，它出来的值呢，一定是一个整数，而且呢是不大于这个 a 的哦，不大于这个小 a 的最大整数。所以呢，像是3取完高斯之后就还是3，因为呢3小于等于3嘛。那 3.1 取完高斯之后不大于它小于等于它的最大整数呢，那就是3。那如果是负的部分的话，那就是负 3.1， 比它小又是最大整数，那就是负4哦。那这个呢，我想哦，同学呢应该都算是蛮清楚的。如果这样是高斯函数的话，那同学我们观察一下这一题哦，这一题它第一个函数呢是由2个高斯函数所相加形成的。那最后呢，叫我们从这5个选项当中选出正确的选项。那仔细观察一下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5个选项呢，通通是在比较3个函数值，就是 f of 负20跟 f of 0跟 f of 1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想办法呢，把这3个数字带进去哦，把它函数值算出来就可以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 f of 负20好了，这边呢丢进去之后呢，好，那就是根号119取高斯函数，然后呢再加上后面这一块呢是根号79取高斯函数。那我们大概就要估一下哦，这个根号119跟根号79是介于在哪2个整数的范围之间。那我们知道11的平方是121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根号119呢，显然呢它就是介于10到11之间。那根号79呢，一样88、64、99、81，就会发现呢它是介于这个8到9之间。那你分别取完高斯函数之后呢，它就会是得到呢这个10跟8这2个数字哦，因为一个是10点多，一个是8点多，所以呢加起来是18。好，那 f of 0呢，那剩下的做法都一样哦，所以这一题也算是一个蛮平易近人的一题哦。如果你很清楚高斯函数的定义的话呢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写出来哦。那这边呢 f of 0是根号99。再加上呢，后面这个呢也是根号99，那我们都知道根号99还不到根号100，对，所以呢是9点多，两个都是9点多，所以呢取完高斯函数之后，就是9加9等于18。那 f of 1，f of 1算出来呢，这个是根号98取高斯，那这个呢是根号100。
曲高斯哦，那根号98也是9点多啦哦，这个呢9点多，那根号100呢就是10，刚好是10。那10取高斯的话，哦没有差就还是10哦，所以呢这边是9加10等于19。那你就会发现呢 f of 1是最大的，那剩下这2个是相等的，所以呢，这5个选项当中，唯一满足它的这个最后的函数值的比大小，就只有第一个选项而已，所以这题答案是1。好，同学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第3题哦。他说呢 ，f of x 是 a 的 x 次方，是一个指数函数哦 ，a 是正实数。然后呢 ，c1、c2、c3 是公差是10/3的等差数列。然后呢，你把它带到函数值，这3个数分别把它带进去这个指数函数之后呢，会形成一个公比是4的等比数列哦。那求这个等比数列 f of 10、f of 8、f of 6的公比是多少？好，同学，那这一题呢，有点是结合高一下的等差数列、等比数列，再加上呢高2上的这个指数函数做一个结合哦。那事实上它没用到太多指数函数的性质啊，所以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是指数的函数值就可以了哦。好，那么照它的规律的话，那通常我们知道嘛，3个数成等差的话呢，我们习惯呢就直接呢假设呢这3个数呢。中间这个数先不变，然后呢，第一个数呢就是 C2 去减掉一个公差10/10，然后呢 C3 呢就是 C2 再加上10/10哦，这是一个3数成等差。那接着呢，你分别把它带到这个函数里面 f of x 里面，所以呢 f of c1 呢就是 a 的 c2 减掉10/10次方，那这个 f of c2 呢这边没有变，还是 a 的 c2 次方，那 f of c3 呢就是 a 的 c2再加上10/10次方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它公比变成4哦。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呢，你如果拿后项除以前项，其实我们在计算呢这个等比数列的时候，你要用到公比，最好用的就是直接拿后项去除以前项，去除一除就得到呢，哇，这个呢就是 a 的。10/10次方哦，这刚好等于4。那我们就可以从中把 a 求出来，把指数丢过去哦。a 呢就是等于4的10/3次方，也就是2的5/3次方。好，最后呢，题目是要问什么？题目要求呢这3个。分别在10跟8跟6哦，所形成等比数列的公比是多少？那一样，我们老样子哦，如果你要算这个新的这个公比的话呢，你就是拿后项除以前项就好了。然后 f of 8去除以 f of 10，那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得到呢，这个是 a 的8次方去除以 a 的10次方，就是 a 的-2次方哦。那我们就把刚刚算出来的这个 a 呢，把它丢进去就好了。把它丢进去，所以呢，我们最后呢的答案呢就是2的5/3次方，外面挂-2次方，指数律告诉我们可以内外相乘，所以就是2的-5/6次方这个答案。所以呢，最后呢，从选项当中看出来答案是1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第4题。他说呢，某网游就是网络游戏的意思吧，有16种材料，那其中呢6种是基本材料，10种是进阶材料，所以分成基本跟进阶2种不同类型。那现在呢，他说呢，任选3种不同材料可以合出草药、食物药水、草药、食物药水的其中的一类道具哦。那合成规则如下：如果3种材料都是基本材料的话呢，它只会合出1种草药而已。那如果3种材料当中，其中2种是基本材料，1种是进阶材料的话，他说则合成结果会根据不同的进阶材料得到不同的食物，但是不会受到基本材料的影响。那其他的组合呢，都会合成出
不同种的药水，那求这个网络游戏呢，总共可以合成出多少种道具？那同学，那这一题呢是一个很典型的排列组合的题目，在高一下，那中间呢就改变一些这个变音，所以呢我们可能要稍微讨论一下，扣掉一些重复的情形啊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如果呢随便组，那么随便组当然不考虑它的顺序啦，它没有叫我们规定顺序，所以呢就是 C16取6，因为总共有16种材料啊，虽然说包含基本材料跟进阶材料。那基本材料我们把它叫做 A1 到 A6 好了，进阶材料把它叫做 B1 到 B10 好了。等一下呢，看一下有没有用了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它接下来的条件是说呢，如果呢3个都是基本材料的话呢，一定是同一种草药，所以代表说，如果你今天从这 A1 到 A6 这6种基本材料，你随便取3种。一定都只是同一种而已，但是呢，我们前面一开始所有的情形呢是 C16取6，那当然包含我们这个 C16取6，当然包含所有从 A1 到 A6 任取3种的情形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它扣掉，扣掉 C6取3，因为这些呢通通都会重复，但是你不能扣光光哦，因为它好歹呢也贡献了一种草药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把加1加回来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3种材料当中，如果是2种是基本材料，1种进阶材料的话，那它不会受基本材料的改变，但是呢，会受这个进阶材料的改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我们也要扣掉一些重复的情形哦，因为呢，我们一开始这个 C16取6呢，它是任取的但是呢，在第二个条件限制当中，你如果说我们从 A1 到 A6 基本材料当中取2个 C6取2，那从进阶材料呢 C10种取1个的话呢，那这些呢全部呢只会根据进阶材料的不同，我只贡献了10种，好，那但是呢，原本你 C6取2乘上 C10取1是150种，对不对？150种当中只贡献了10种，所以我们先把它扣掉。把它扣掉之后呢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全扣光，因为呢，它好歹也贡献了10种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把它加回来，加10哦。好，所以同学，你这边呢，你去算它 C16取6，对不起，这个 C16取3。就是16乘上15乘上14哦，然后去除以3乘2乘1，再去减掉20，再加上1，再减掉150，再加上10，所以呢，最后呢算出来就是401哦，这个答案。所以这题呢，我们要选的是3。好，同学们来看一下这个第5题哦，他说呢，已知呢实数3阶方阵。A 呢满足呢 A 去分别乘上3个航向量，会得到新的3个航向量哦，像是这样。然后他问说呢，有多少个航向量 V 呢满足呢 A 去乘上 V 之后等于101，而且这个 V 呢也要垂直于航向量010哦。同学，那这算是一个蛮酷的题目，也算是一个蛮新的题目哦。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呢？那首先呢，我先给这些航向量一些符号哦。等一下呢会比较好处理，就是呢我们要去乘的这3个航向量，分别把叫做 C1 向量、跟 C2 向量、跟 C3 向量好了。那在这个3阶方阵 A 的作用之下呢，得到生成的3个新的航向量，分别把它 D1 向量、跟 D2 向量、跟 D3 向量。OK。那我觉得这题的重点呢，你就要想到向量的线性组合哦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。就是说呢，今天呢，你如果呢，我们把这个作用的航向量 C1 呢跟 C2 还有 C3 去搭配若干倍的系数去做线性组合的时候，再去搭配我们这个矩阵的乘法。
你就会发现呢，它其实呢，你分配率去把它展开，你就会得到呢 A 去乘上 D1 这个向量，再加上 B 乘上 D2 这个向量，再乘上 C 乘上 D3 的这个向量。同学，这个呢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性质在我们高二下在学矩阵的乘法，还有这个它的线性变换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性质。那为什么要想到这一点呢？因为呢，我今天我的目标呢，就是希望我有一个向量 V， 在这个 A 的作用之下呢，我生成这个向量是101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是希望呢，我们这个 D1、D2、D3 去在A、B、C 搭配之下的线性组合，你就会得到呢101这个向量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目的我们藉由这个目的呢，把这个小 a、小 b、小 c 把它找出来OK， 好，那我们可以测试看看好，在这个 A、B、C 呢，跟这个 D1、D2、D3 去做这个矩阵的系数积的情况之下，你就可以得到呢，这个是 B， 然后呢，这个是负 A 加 B， 然后呢，这个是小 a， 好，这个要等于101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呢，这个小 a 呢一定是1，那小 b 也是1。那我们再回头呢，把这个条件带回我们的C1、C2 跟 C3 在 A、B、C 这个线性组合之下得到的向量所以呢，这个是1这个也是1，但是 C 呢没有限制C 没有限制，所以呢前面这一块呢，好，我用黑色的笔来表示，你会发现呢，你搭配 C1、C2、C3 去做线性组合之后，得到的这一个向量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A 加A 是1好，所以呢就是1加上 C， 好，这是第一块，然后第二块呢是0。OK， 那这个第二块是0，对，1加负1，对，是0。那第三块呢是1去减掉 C 1去减掉 C。好，检查一下同学可以检查一下101去搭配 A、B、C 嘛。对，好，然后这个负10去搭配 A、B、C， 对，01负1去搭配这个 A、B、C。好，那同学这个东西呢，它要怎么样？它还要垂直向量101。原本只有这个条件的话，那 C 我没有确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搭配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呢，我们这个向量呢叫做1加 C dot 0对不起，1加 C， 然后呢0跟1减 C， 它是垂直这个航向量010。好，那你把这两个向量做向量的内积，你就会发现了，因为两个向量互相垂直，它内积是0那你就可以得到呢，这个内积完之后，可以得到呢0等于0这个条件，就是说呢，你会发现呢 C 不管带什么数字。C 不管带什么数字假设呢前面这个向量呢叫做这个 C， 这个叫做这个 W1 好了 W1， 然后后面这个叫做 W2 好了，好，那因为垂直的话内积为0 W1 dot W2 内积为0，所以你就可以得到0等于0那代表说你 C 呢不管带什么数字呢，你就可以都是得到一个恒等式，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一题呢的 C 是任意实数都可以C 是任意实数，它不影响，所以这一题是无限多组解我们要选5。好，同学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单选题第6题。
好，他说呢，坐标平面上有两个定点 A、B 哦，那请问呢，直线 y 等于-6上有多少个点 C， 使得三角形 ABC 为等腰三角形哦？OK， 同学，那这一题呢，放在单选题最后一题呢，是还蛮亲切的哦。好，因为它是用到这个高一上直线语言的一些定理哦，一些性质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它这个直角坐标画出来 ，x、y。然后呢 ，A 是一个定点嘛 ，A 是2、-2，把它标出来。那 B 呢是-1、2哦 ，B 是-1、2，我们也把它标出来。好，那这个直线这个直线叫做y 等于-6y 等于-6。y 等于-6这个直线呢，我们也把它标出来。好，同学，那我们当然知道呢，就是它今天 A 跟 B 是固定的，那 C 是在直线上动来动去的。那它如果要形成等腰三角形的话，那我就必须满足这个三角形的其中两边是等长。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分成几个 case 来讨论哦。第一个 case 呢，就是呢，好 case 1。假设呢，如果说今天是 AC 等于 BC， 那同学我们想一下如果今天呢 AC 等于 BC， 代表说我们今天一个 C 点呢，这个动点，到线段 AB 的两端点是等距的。同学，这个当然会让我们想到什么？让我们想到呢 C 呢就是在线段 AB 之中垂线上，好，同学，那你可以把这个中垂线的方程式把它找出来啦。不过以这题来说，不找出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差。那总之呢，它就会和 y 等于这个-6呢无限延伸，左侧无限延伸，这边交到这个点 C 呢，那你就会满足这个 AC 等于 BC， 那就会是一个等腰三角形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就是只有一点。这个 AB 的中垂线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L 好了。好，因为这个 L 呢和 y 等于-6呢只有一交点所以呢这个 C 只有一点。满足这样的条件 C 呢 ，C 就只有一点而已。好，这个第一个 case 呢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case。好，第二个 case 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第二个 case 2。好，第二个 case 呢，就是这个如果是 AB 恰好等于 AC 的时候，好，另外一组等腰。那但我们等一下还有一组第三组等腰呢，是这个 BC 等于 BA，AB 等于 BC， 好，反正就 C3取2嘛，我们三个都来讨论一下。好，第二个 AB 等于 AC 的时候，这个呢相当于是以 A 点为圆心，然后呢这个线段好，线段 AB 为半径呢，你去画圆，看一下呢交于几个点 ，OK， 好，所以呢这边呢。你可以用圆跟直线的角度来看，同学这边我们这样子大概画一下，你会发现看起来是有两个交点是没有错没有错，看起来是有两个交点，看起来是有两个 C 会满足但是呢这边呢各位同学千万要特别留意一下，看有没有陷阱藏在里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是以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，那相当于是我们去解以 A 为圆心。然后呢，线段 AB 为半径，那线段 AB 的长度刚好是5，那可以想象成呢，这边有一个圆叫 x 减2的平方，再加上 y 加2的平方等于5的平方，这个是这个红色的圆的方程式。那跟这个 y 等于-6跟 y 等于-6，好，你把它丢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得到两个交点。好，这个两个焦点我们把它叫做 C1 跟 C2 好了。那你-6丢进去之后，这边是4的平方16所以呢代表说我 x 减2的平方是等于这个3的平方。好，所以呢我们这边 C1 呢分别就是5-6
跟负1负6，5负6跟 C2 吧，叫做负1负6好了。好，这个 C1 5负6，然后 C2 叫做负1负6。好像觉得乍看之下好像是有2个解没有错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呢，我们 C1 5负6这一点是不合的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当我 C1 是等于5负6的时候，那 A、B、C 是3点共线的，3点共线，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它连形成三角形都没有办法呢，那更不用说是等腰三角形。所以呢，我想这也是这个命题老师把这一题放在这个单选第6题一个原因，就是有个陷阱卡在这边那大家要小心一点。好，那最后这个 case 呢，线段 AB 等于线段 BC， 同学，那这时候你会发现，这个 case 呢，看起来是不合的啦因为你会发现，我们如果是以 B 为圆心，线段 AB 当半径的话呢，它是没有办法画出跟y 等于负6的交点因为你看，你今天线段 AB 是5嘛，对，但是呢，我们的 B 点到 y 等于负6的距离呢，却是多少？却是8，它这是比较大的这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呢就是无交点这个是无交点。好，所以没有适当的这个 C 呢，可以满足三角形 ABC 变成一个等腰三角形。那刚刚这个 case 呢，就是恰有一点 C 恰有一点 C 可以满足。好，那这个 case 3是无 C 可以满足无 C 可满足。好，所以呢，最后的答案呢就是1加1等于2所以这题呢，我们要答案的这题答案就是2这个答案。